我们同学今天领他媳妇上我家吃粥烩饭来了，我也纳闷儿，你说人别人媳妇怀孕都是回娘家赶上伙食，那他两口1个月上我家来一趟，比上产科检查还准时。完了，媳妇说想吃个巴斯克蛋糕，1个礼拜就1次吃甜食的机会留给我了，但是更馋辣的，还想吃部队火锅和麻辣肥肠。我们同学说他俩现在出去吃辣的都是偷摸去，完了怕崩身上有点子，还在车里备了好几套衣服。但是百密一疏啊，有一次还让他丈母娘给发现了，他丈母娘苦口婆心的劝他，后来劝累了洗澡了，他老丈人又上来了。据他媳妇儿回忆啊，说这两口上一次心这么齐，还是上高中的时候给他讲早恋的25条危害。完了，保持营养嘛，给他媳妇儿做了一盘麦片虾，还做了个灌焖牛肉和猪脚姜。我说哥们儿，2酸2辣5五开啊！你家老丈母娘和老婆婆谁来也挑不出我毛病吗？不是，你快别整事儿了，现在大概率是男孩，已经连夜退了300来件小裙子了。我一听这话，赶忙在鱼阳鲜又加一大把枸杞，完了给做了一盘蒜蓉秋葵。我说兄弟，没办法越界帮你，但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，也只能帮你赶赶进度了。完还做了个蒜香小排和芝士榴莲饼。我发现我要不买个空气炸锅，这大数据成天揣我呀。完正好趁得物有活动，掏了个联名款，功能还挺全。现在点左下角，然后搜92642，很多商品都有限时折扣。我这几个小锅都是在得物买的，而且都挺实用。你们可以点左下角翻翻看看。我烤了2锅排骨，出这么多油。就你要想吃油炸，还不想买空气炸锅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把你家秤砸了。来吧，香香，那蒜葵、麻肥、麦虾、罐牛、鱼羊、猪姜、蒜排、肘饭、八糕、布锅、流汁。完天冷路滑的，我本来说给他俩送去，这两口溜达达的，孩子自己来了。你说吧，我家孩子就想吃一口肉的肉，你消气吧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要是行的话，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来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，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，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着在德物买了新衣服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买了几件龙行大运，寻思总有字儿。现在新年新人福利，前100单只需要39。要是点评论区置顶打个得物啊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物盟卡优惠券，买着能更便宜，而且物流特别快，都是品牌包邮直发，很多都是次日达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，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了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场厂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，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添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里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。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。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，所以我也买俩锤子，打算家试试。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，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。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，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，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。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，手就不能回弯了，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。问题这肉越砸越碎，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。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，砸了10个小时，但做出来
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就是因为牛走的太早了，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，它自己就会出水，这我就很尴尬了。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？而且即便我去了，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子跑啊。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，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，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。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牛肉的，我们连夜就干过去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，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。拿到这样的牛肉，我们1秒都没耽搁，火速就回家开炸了。这个肉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炸成肉泥，而且一点也不崩，还特别粘手。就这么一比啊，我们昨天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。这回终于要见亮了，我也抽空发一波福利，这不粉丝300多万了吗？趁拼多多国庆大促，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3做粉丝福利，官方价7000多的手机，全都按清仓价秒杀，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。手机我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，置顶链接还在，就说明还有库存可以抢，你们赶紧去试试。然后这回买了30斤牛肉，我们5个小时就炸完了。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，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。然后还掉了锅骨汤，它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。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，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。然后做的比较多，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，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%的牛肉丸。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都看见了，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，全靠老嫂子狠活啊。我奶前2天不知道在哪个床底下翻出个电饼铛，让我在家试试能不能摊煎饼果子，说摊好了以后这饼铛就写我名了。但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做呀，我就上大街上找一个小摊，我就站那看。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大娘是我看了她有点紧张，还是因为疫情在家跟老头打仗狠心出来创业了。就那1个小时她摊坏了7张，完大街上也没有野狗，她就都给我吃了。后来我俩对视了一下子，你能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张有身份的牌，就他看我可能像个城管，但我看他绝壁是卧底。后来我看也学不着啥，那吃饱了我就回来了。我奶不愿意吃脆煎饼，我就掺着白面，这饼底一定要多刷点酱，这玩意儿他妈齁死才好吃呢。纯甜面酱比较咸，可以兑点蒜蓉辣酱和雪碧，再放上果子薄脆和小狗肠，哎呦我绝世香香了。完这不在家做吗？就想起高调，约2条不挑食的朋友，这都跟大娘学的。做失败了就近找嘴往里塞。先做的是煎牛果，刷点黑胡椒酱，再放上薄脆，这味儿太稳了。强烈建议米其林大厨多学学天津伯伯。还做了煎饼肘子，我寻原汤化原食，把肘子汤勾点厚芡，黏黏糊糊就当酱使了。这大肘子皮卷里我真上头啊！这放着葱花，放几块果子，无敌了。完最近市场的海鲜不好卖，300块钱捡了一只3斤多龙虾回来，还是脖子以下取肉，脖子以上猪肘。这个红的不知道是啥，我也没敢吃。这刷蒜蓉辣酱就行，虾参就1碰2了，这样吃着过瘾。这说实在话，确实比之前做龙虾蛋堡要好吃一点。问题谁能拒绝煎饼果里藏个大虾仁啊？咱说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都给头纱蒙上了，我哪也不认识谁是谁，就个查小旗儿。但今天其实我藏了300来个心眼子，我留了个厨师自由菜。就东北人其实对煎饼没那么馋，但是对饼有无尽的向往，就在这饼上刷上咱们调的酱，多抓点土豆丝儿，再塞几块肘子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呗，等夏天能出摊，我这饼我就卖7块钱一张，你吃上一口，你都恨不得回家求房本吧，赶紧回来买了，真太香了。